他曾是比谁都要善良的神明，为了能让人类过上幸福的生活，甚至不惜动用神力，将人类身上的不幸全部转移到自己身上。经过一番努力，原本疾病缠身的少年竟瞬间康复如初。见此情景，人们将灵符奉为拯救他们的救世主，纷纷跪在地上祈求他驱除苦难。而灵符对此来者不拒，竭尽所能地吸收着各种不幸。可随着吸收的不幸越来越多，他的身体也开始出现反噬，即便饱受着非人般的折磨，灵符却依旧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，只要让人类幸福，就是他的幸福。转眼2年半的时间过去，当灵符再次回到村子，想要看看那些曾经被他拯救过的人过得如何时，眼前的一幕让他彻底愣住。没有了不幸的困扰，人类开始暴露出原本的面目，懒惰、傲慢、欲望四处蔓延，人们渐渐迷失自我，堕入永无止境的沉沦。这时，一个男人路过，将灵符撞倒在地。虽然对方已经完全变了模样，但灵符还是一眼就认出对方就是当年那个被自己救治过的男孩。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，男人不仅彻底将他忘记，甚至还嫌弃他脏，朝他吐了口唾沫。灵符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自己拼了命地吸走人类身上的不幸，到头来小丑竟是我自己。在这股巨大的恶意冲击下，一直被压制在体内的不幸终于被释放。就在灵符即将彻底黑化之际，一群衣衫褴褛的平民走了过来。灵符还以为又来了一群想要让他吸走不幸的坏人，但很快他便震惊地发现，这些人虽然十分的穷酸，个个都瘦得跟皮包骨一样，但他们的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反观那些被自己吸走不幸的人，依旧愁眉苦脸，对当下的生活永不知足。就在这群人即将从面前走过时，灵符突然叫住了领头的僧人，大声地质问：为什么你身边的人类看上去那么幸福，而自己就算替人类吸收了不幸，他们却依旧没有变得幸福，甚至还越来越不幸。幸福ってさ、与えられるもんじゃないんだよ。自分で至るもんだから。听到世家的回答，灵符彻底绷不住了。他认为是世家抢走了自己的工作，如果自己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的话，那他也没有存在的意义。作为一个神明，竟对人类生出嫉妒之心，这让灵符感到无比屈辱。看着水中因吸收不幸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自己，灵符心中的怨念再次爆发。他将所有的爱全都转化为憎恨。此刻的灵符完全变了一副模样，邪恶而恐怖的气息充斥全身。他决定对人类展开屠杀。可就在他即将失去最后一点理智时，一位母亲毫不犹豫地挡在了自己孩子身前，而这一举动竟再度唤醒了灵符内心残存的善意。为了不让自己再继续痛苦下去，灵符用手掐住自己的脖子，将身体分裂成7份，每一道灵魂都封印着一道邪念。至此，七福神诞生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再补充一些细节。灵符的故事看似悲惨，实则暗藏更深层的哲思。真正的幸福生于内在觉知，而非外在富裕。代劳他人，苦难看似慈悲，实则是剥夺了其在魔力中生长灵魂的权利。当牺牲成为单向的神迹，便注定滋生依赖与贪婪。被拯救者不会因此懂得珍惜，反而因失去痛感坠入更深的虚无。而那些困顿中依然含笑的人，恰恰证明了幸福与物质风急无关，只关乎心灵的自洽相连。神明最终崩溃，并非败于反噬，而是败于被需要的执念。他替人类完成本该自己完成的功课，却忘了救赎。若不能唤醒自觉，便是另一种囚禁。而人性最微光之处，恰是那毫无算计的本能守护。他不求解脱，不求回报，却比一切神迹都更接近幸福的真相。女人为了在牙齿里面养虫，竟将一颗龙牙镶嵌在自己的嘴里，只因这种虫子具有强大的力量，但它们只会生长在龙的牙齿上。而龙作为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生物，却被人类当作战争机器使用。可只要龙参加战斗后，牙齿上就会滋生出蛀牙菌，侵蚀龙牙。纵使龙再无敌，一旦蛀牙发作，也会疼得没办法使用力量。而这时候就需要牙医们出手。这群人常年生活在龙的身上，他们都是被龙选中的人，只有经过层层考核，最终才可以上任此份工作。然而新来的牙医贝尔却震惊地发现，在龙的牙齿深处竟不断传出亡魂的呼喊声。原来这些蛀虫皆是在战争中死去的亡魂所幻化而成的。这天，牙医们像往常一样清理蛀虫，谁知刚清除一只，龙却突然开始痛得大叫起来。随后，一颗牙齿轰然碎裂，里面的蛀虫犹如洪水般向外不断涌出，而且其中还出现了一只从未见过的异虫。但经验丰富的队长一眼就认出，这是最难对付的蛀牙天狗虫。这玩意在2年半前曾出现过一次，当时几乎干掉了所有的牙医。听此，所有人立刻拿起武器，准备对抗这只怪物。可天狗虫的移动速度十分敏捷，不仅如此，它还可以在龙的牙齿中自由穿梭。一时间，牙医们被虫子耍得团团转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队长突然想到了对付天狗虫的办法，随即他用龙爪钩封锁住虫子的路线，但这也彻底激怒了对方。只见天狗虫径直地冲向一旁的普通士兵，一瞬间，众人就被震得人仰马翻。牙医们见状，连忙掩护士兵撤退，同时利用龙爪线暂时将天狗虫困住。然而，一名女牙医不听指挥，单枪匹马地冲了上去，瞬间就被天狗虫一击拍
飞，手中的武器还割断了束缚天狗虫的龙牙线，让天狗虫趁机逃脱，并将旁边一名修补缺口的牙医一口吞噬。可诡异的是，天狗虫在吃掉这个牙医之后，身体竟开始剧烈的抽搐，众人抓住时机一拥而上，最终将天狗虫彻底消灭。然而战斗结束后，面对同伴的尸骸，牙医们竟冷漠地转身离去，任由其他蛀虫啃食遗体。贝尔见状，连忙想要上前阻止，却被队友给拦下。原来每个牙医在上任前都会看到自己死亡的方式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们还是会心甘情愿地为龙献身。到了晚上，队长找到当年和自己共同幸存下来的女牙医，本想试探性地提起往事，可对方却刻意回避，这也让队长愈发确信天狗虫就是这个女人放出来的。众人听后根本不愿相信，可女人却直接摊牌了。原来在2年半前处理天狗虫幼虫时，她偷偷地将一枚龙牙碎片镶入自己的齿间，并且还将这只幼虫养在了嘴里。在这期间，就连队长都从未发现。话音未落，女人直接化作一只人形天狗虫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再补充一些设定和细节。在龙的牙医的世界里，龙并非异兽，而是执掌生死的神奇。牙齿是灵魂渡口，牙医则是阴阳间的摆渡人。龙与人类签订契约，充当战争机器，力量强大，但唯一弱点是牙齿。亡魂负面情绪过强，便会化为蛀牙菌。天狗虫是最危险的蛀虫。女主野野子为新手牙医，男主贝尔是从龙牙中复活的敌国士兵。成为牙医需通过死亡测试，进入龙牙遇见自己的死期，坦然接受方可上任，若抗拒则当场丧命。资深牙医柴明12年前目睹恋人为天狗虫所杀，为反抗宿命与复活爱人，他将天狗虫幼虫引入体内饲养12年，最终与虫合体，引发灾难。作品内核探讨宿命，龙虽能预知未来，但命运不可更改。这是一碗价值8个亿的草莓果米饭，每一粒米都是由一颗迷你草莓精制而成，酸甜的味道加上软糯的口感，咀嚼时一粒粒米饭在嘴里爆开，感觉就像是吃了一整把跳跳糖一样。为了庆祝阿鲁回归，小松又拿出了里面全是五花肉的香蕉，小火慢煎至焦香后，再撒上巧克力碎和鱼子酱，一口下去堪称人间美味。最后再来上一碗世纪浓汤，阿鲁不禁感叹，神仙的日子也不过如此。吃饱喝足后，小松好奇地询问起美食界食材的味道如何，谁知阿鲁却只是微微一笑，因为美食界的食物他一口都没吃。作为搭档，他终于明白单凭自己是征服不了美食界的，所以他决定带着小松一起去品尝。小松感动得热泪盈眶，立马就要为阿鲁制作更多的美食。すぐに作りますからね。待っててくださいよ。ってちょっと張り切りすぎじゃ。可下一秒，意外发生了。随着一道清脆的响声，小松的宝贝菜刀竟生生断成了2截。原因是他没注意，竟用菜刀砍了这颗比钢铁还坚硬的黑曜石板栗。痛失爱刀的小松哭得泣不成声。这把菜刀就是他的第2条生命，虽然价格不是很贵，但这是他攒了很久才买下的第1把菜刀，陪他走过了无数个日夜。小松甚至比丢了女朋友还要难过。阿鲁见状，眉头微皱，为了安慰小松，决定带着他去拜访传说中的铸刀大师梅尔克。据说此人打造的菜刀可以轻松劈开钢铁。经常往返死亡深渊的他，身上更是布满了令魔兽都畏惧的刀疤。但此人行踪诡秘，想要见到更是难如登天。然而当他们站在那上万级台阶脚下时，小松整个人都傻了。每层台阶足有2米多高，对于他这种弱鸡来说，简直就是噩梦。没爬几层，小松就累得气喘吁吁。可阿鲁却是如履平地，再慢一点，怕是明年都到不了山顶。可刚到山腰，小松就被一堆白骨吓得魂飞魄散。紧接着，一只长毛怪从背后扑来，好在阿鲁及时出手相救。可还没等2人喘口气，突然前方又窜出一群岩石狼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阿鲁抱起小松从狼群的头顶跳过，2人使出吃奶的力气向上攀爬，不多时就看到了山顶。此时身后尾随的魔兽竟全都停下脚步，似乎山顶有他们更害怕的东西。2人一鼓作气登上山顶，眼前却只有一座破败不堪的石屋。小松正要上前敲门，忽然一道凌厉的刀气袭来，恐怖的威压让阿鲁瞬间僵住，可小松却浑然不觉，依旧像个人机一样傻乎乎地向门口走去。阿鲁急忙想要上前阻止，然而一只恐怖的独眼怪突然从2人的身后出现，张牙舞爪地扑向小松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屋内又是一道刀气激射而出，瞬间就将独眼怪的盔甲尽数剃光。方才还凶神恶煞的魔兽，转眼就缩成一只小猫，灰溜溜地逃走。2人回头一看，身后竟出现一个手持菜刀的男人。当得知此人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梅尔克时，阿鲁和小松人都傻了。在来到这里之前，小松一直以为梅尔克是一个彪形大汉，虽然阿鲁也有些怀疑，但眼下也只好跟随男人进入房间。看着满墙寒光凛凛的绝世菜刀，小松难以掩饰心中的喜悦。可就在他伸手想要触碰菜刀时，下一刻意外发生了。触るな！ごめんなさい。
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再补充几点细节。这段看似热血的冒险之旅，实则暗藏多重深意。阿鲁一口未动，绝世美味。道破美食的终极奥义不在独占，而在共享。无人共鸣的智慧终归虚无。他要的是以味道编织羁绊。小松断刀碎掉的不只是器物，更是旧有认知的桎梏。唯有毁掉够用的旧念，才能逼出破格的锋芒。万级天梯每阶2米，阿鲁如履平地，而小松气喘吁吁，残酷映照天赋与努力的鸿沟。但真正的搭档不是背负，而是拽着对方亲自丈量世界的艰险。梅尔克瘦小却刀气射人，小松的毫无察觉反程护盾，彰显着返璞归真的强者之道。总的来说，这趟旅程真正教会小松的不是如何挥刀，而是带着裂痕继续向前走下去。这是一把削铁如泥的菜刀，仅凭掉落时的惯性就能轻松切开半米厚的水泥地板。然而这还只是它未开刃的状态，像这样的菜刀在刀架上随处可见，而打造它们的正是传说中的断刀大师梅尔克。可阿鲁不相信眼前的细狗就是梅尔克，于是为了验证对方的身份，阿鲁故意出言激怒对方和自己比武。见此情景，梅尔克也不再客气，他直接亮出了名刀。这把刀是由捕获等级55级的巨齿鲨牙齿所打造。只见男人手起刀落，顷刻间地面上便被划出一道深深的裂痕。见此，阿鲁反倒来了兴致，竟打算徒手接下梅尔克的攻击。下一秒，梅尔克一刀挥出，而阿鲁也不甘示弱，反手一记手刀劈出，竟将梅尔克的刀气尽数斩断，甚至在那把名刀上砍出了深深的裂痕。可就在阿鲁得意之际，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。只见梅尔克拿起名刀，在鞋子上轻轻摩擦，下一秒，刀刃竟又恢复如初。趁着阿鲁和小松惊讶的功夫，梅尔克直接释放出大招闪电5连斩。可这一击也仅仅只是划破了阿鲁的衣服，阿鲁趁机一把将梅尔克放倒在地。小松见状，连忙让阿鲁停手。这时梅尔克才知道，眼前这人竟是4大天王中最强的阿鲁。眼看身份被识破，无奈假梅尔克也只好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原来他只是梅尔克的徒弟，自己的师傅梅尔克为了去寻找珍贵的磨刀石，已经消失了2年半之久。现在所有的断刀任务都是由他来完成。误会解除之后，小松也表明了自己的来意，他希望2代梅尔克能够帮他打造一把菜刀。可当从对方的口中得知预约的队伍已经排到了2年半后，小松顿时满脸的失落。然而当他从包里掏出已经断掉的旧菜刀时，2代梅尔克彻底震惊了。他没想到小松对待菜刀竟如此的爱护，当即表示只要阿鲁能够找到传说中的梅尔克磨刀石，那他就为小松重新打造一把菜刀。阿鲁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随即动身前往人间最危险的死亡深渊。但这里的重力是地表的50倍，阿鲁刚踏足此地就感觉头脑发晕，每迈出一步都让他感到无比的吃力。可更要命的是，由于重力的影响，阿鲁的血液全部积压在双腿上，这样下去别说是到达谷底，恐怕再向前走一步就会被彻底压成肉饼。就在这时，一颗滚石引起了阿鲁的注意，阿鲁顿时受到启发，他立马将身体蜷缩起来，整个人就如同一颗皮球一样向下滚去。虽然样子有点狼狈，但好在阿鲁顺利的到达谷底。可当他抬头一看，竟发现自己误打误撞来到了红宝石螃蟹的巢穴。看着眼前这些移动的蛋白质，阿鲁两眼放光，二话不说就开始大口吃了起来。入口即化的肉质加上香甜的味道，让阿鲁根本停不下嘴，不出2分半钟的功夫就吃掉了几百只。然而就在阿鲁大快朵颐之时，突然前方出现了一只牛头怪，正缓缓向他走来。此刻的阿鲁信心满满，吃饱的他已经无所畏惧。可令他意外的是，牛头怪并未向他发起攻击，反而面露惊恐的开始向后退去。见此，阿鲁一脸的懵逼。然而当他回头一看，一个身形无比高大的男人竟赫然出现在自己的身后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再补充几点细节。初代梅尔克为寻找磨刀石梅尔克星辰，已在重力为地表50倍的死亡深渊失踪了2年半。阿鲁在谷底遇到的男人正是初代梅尔克本人，他身高2.5米，满身伤痕，外表凶悍却声音极小，需借扩音石交流。2代梅尔克实为他的养女兼徒弟，因师傅失踪才冒名顶替。他手艺精湛，但缺乏自信。后来为小松打造新菜刀时，选用的材料是美食界龙王迪罗乌斯的獠牙，硬到无法锻造，只能靠梅尔克星辰反复打磨。小松爱护锻刀的心意打动了2代梅尔克，证明了美食世界的真谛从来不止于美味，更是一颗愿意为极致而赴汤蹈火的初心。这个男人的左手蕴含致命剧毒，随手向下轻轻一指，滴落的毒素瞬间就将冰面腐蚀洞穿。紧接着他抽出鱼竿挂上诱饵，迅速的将鱼线甩进冰洞，铅坠快速的向着湖心深处沉去。接下来只需静静等待鱼儿上钩了。就在不久前，美食世界最大的火锅湖骤然冻结，起因是湖里竟出现顶级食材贵妇鱼。为此翼龙会长下达命令，要求阿鲁等人务必将贵妇鱼抓回来。可没想到除了阿鲁，4大天王中的可可、萨尼和泽布拉3人也陆续赶到。这是
四人阔别多年后的首次相聚。可一见面，几人就互相不服，当即决定分头行动，比一比谁能最先捕捉到贵妇鱼。说干就干，可可来到湖边，通过占卜迅速锁定最佳钓点。只见他将手掌毒化，对准冰面滴下一滴毒液，冰面瞬间就被烧出个大洞。随后可可装好诱饵，熟练地将鱼竿甩入洞中。他笃定自己必能拔得头筹。而另一边的萨尼也不墨迹，他将头发猛然插入冰层，接着用力拉出了一根巨大的冰柱，然后将自己的魔发探入湖里。他的每一根发丝都具备感知能力，几十万根头发瞬间化作一张巨大的渔网。只要贵妇鱼敢经过这里，必定让他有来无回。而泽布拉的钓鱼方式更是别具一格，他直接开启超声波来感应鱼儿的位置，简直妥妥的人形雷达。而阿鲁的方式则是简单粗暴，他用钉拳切下了整块冰面，捧起刨冰开始大口享用起来。在垂钓之余还有美女相伴，这生活简直不要太爽。要说最惨的可能就是小松了，没有任何绝技的他只能用工具慢慢的钻出个冰洞，就连蚯蚓都得拜托小企鹅帮忙递到手里。可等了半天连个鱼毛都没见着，泽布拉已经没有耐心了，于是他对着冰面就打出数记连发声波炮弹，一时间各种各样的鱼儿被炸上了天，就连一旁的萨尼也被巨大的爆炸干扰。他急忙将头发收了回来，却意外拽上来一条奇丑无比的象鼻鱼。可可那边也是一无所获，泽布拉把他的鱼饵都给震掉了，阿鲁更是钓上来一条傻乎乎的大头鲶鱼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此时贵妇鱼已悄然游到了小松的脚下。经过这番折腾，四大天王都觉得自己的钓点被污染了，于是纷纷起身开始寻找新的位置。不知不觉间，他们四人竟集体向小松的位置靠拢。小松人都傻了，四大天王更是一阵惊呼：小松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气？经过四人的一同分析，他们确定贵妇鱼就在小松的脚下。正当众人争论谁的方法更有效时，小松的鱼漂突然动了一下，他使出吃奶的力气向上提拉，冰面瞬间就被鱼线割得四分五裂。下一秒，一条巨大的贵妇鱼破冰而出，重重地砸在冰面上。众人定睛一看，发现这家伙竟长得丑得离谱。可还未等众人来得及庆祝喜悦，天空中突然飞来了一只巨型狼雕，而他最喜欢抢夺别人的猎物，可惜这次选错了对象。德布拉一记声波炮弹喷射而出，结果却被狼雕轻松躲开。可可见状连忙射出毒液，却是连狼雕的一根毛都碰不到。眼看着到嘴的大鱼即将被抢走，阿鲁打出一记飞叉挡在了他的面前。趁此机会，萨尼利用发拳对狼雕展开猛烈的进攻。狼雕见势不妙，仓皇而逃。可刚解决完危机，新的问题又摆在众人的面前，那就是这条鱼究竟算是谁捕获到的呢？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再补充一些细节。这场看似欢快的钓鱼比赛，实则暗藏美食俘虏的深层哲思。小松凭借时运胜出，皆是顶级食材只回应敬畏与谦卑，而非暴力征服，这恰恰是对四大天王蛮力的降维打击。贵妇鱼名字和外表的巨大反差，则戏谑地宣告内在风味远胜外表标签。面对外敌时的默契联手，以及最终从争吵走向平分吃掉，更将美食的终极奥义指向分享本身。孤独的战斗力远不及共享的喜悦，而反派强行结冰的幕后，隐喻着对自然的干预只会适得其反，力量终需服务于美味，依赖厨师之手来升华，这才是美食世界最温柔的底层逻辑。这是一条喝到烂醉的鲨鱼，它栖息的海域正是传说中的酒海，就连溅起的水花也全都是茅台和威士忌，而且这里还因不同的酒类分成了不同的海域，啤酒、白酒、洋酒通通都有。酒海的尽头是香槟岛，但是在这里不满20岁严禁入内。可小松却信誓旦旦地表示，他比阿鲁的岁数还大，尽管放心就好。阿鲁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找到制作占卜寿司的王醋，可两人没走几步，一头醉醺醺的老牛就直直向他们冲来。阿鲁微微一笑，随即手起刀落，就将老牛变成了下酒菜。解决完老牛后，阿鲁觉得口干舌燥，突然他眼前一亮，面前竟然是一汪价值千万的白兰地泉水。阿鲁刚想喝个痛快，可抬头却瞥见对面正蹲着一只大老虎。好在他已经醉得不省人事，所以不必担心。随即阿鲁捧起烈酒一饮而尽，酒精浓度高达98度，喝下去懵逼不伤脑。小松撇撇嘴表示狗都不喝。阿鲁笑着指了指不远处的几坨奥利给，这可是绝佳的解酒神器姜黄。小松听完人都傻了，鬼才知道这究竟是便便还是姜黄。一转眼两人又来到了啤酒瀑布，在瀑布边上长满了可以直接生吃的薯片树，还有解酒的大头菜和爽口的奶酪蒜，就连蝴蝶也全都是饼干做的。正当两人喝得正嗨时，忽然一片阴影笼罩在他们的头顶，天空竟下起了大雨。可让阿鲁惊喜的是，竟然是甜甜的香槟雨。可惜两人没看天气预报，不到2秒半雨就停了。正失落时，阴影再次笼罩了他们。就在两人猜测这次下的会是伏特加还是威士忌时，抬头一看，一头100米高的巨兽
赫然出现。此刻阿鲁已经喝得迷迷糊糊，就连他也完全不是这头宝石龙的对手。但奇怪的是，巨龙并没有向他们发起攻击，反而像个雕像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仔细一看，他的背上竟然有个人影，竟是点穴大师次郎。次郎热情地邀请两人一同泡红酒温泉，连溅起的酒花次郎也没有浪费，全都被他用嘴吸进了肚子里。因为这里的红酒如果拿去售卖，一瓶少说也得价值500万。小松问他一周来几次，次郎微微一笑，不多，也就80来次，这不妥妥的酒蒙子吗？美酒当前，两人早就把任务抛到脑后。于是，在次郎盛情邀请下，三人开始边看日落边品尝洗澡酒。第二天，两人顺利地将王醋带回，可谁知假面看到王醋后却破口大骂，眼下只有贵妇鱼和王醋2种食材，想要制作占卜寿司，材料还远远不够。于是两人再次踏上寻找核弹榴莲的旅程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再补充一些细节。这段《酒海奇遇记》本质上是个关于欲望膨胀和认知颠倒的成人寓言。当茅台成了海水，白兰地当了泉水，红酒变了洗澡水，稀缺货一多，快感就贬值了。次郎一周泡80次温泉，那不是享受，是成瘾，暗示人被物欲反噬后的麻木。奥利给和姜黄真假难辨，就你的东西常常长得像屎，反倒98度的烈酒装得人畜无害，这不就是现实里的认知陷阱吗？阿鲁嘴上说找王醋，一路光顾着吃喝，典型拖延正事还自我感动。假面一句远远不够，直接打脸，最后逼他去找巨臭榴莲，意思再明白不过。真相往往带着让人恶心的代价，极致的甜美底下藏着的大多是苦涩的生存法则。男人每次战斗前都会询问对方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，如果得到的回答不满意，那他一定会当场把对方打个半死。ちなみに俺はタッパとケツがでかい女がタイプです。伏黑看了一眼身旁的丁启，为了不起冲突，他还是硬着头皮回答道：“自己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喜好，只要对方那个人有着坚定不移的人格就够了。”可听完伏黑的话，东堂的眼里，像伏黑这种无聊的家伙，根本不配成为他的挚友。而此时，伏黑也认出了眼前的壮汉，正是去年夏油杰发动百鬼夜行事件中